乌克兰开出和谈条件，要普京做到5件事，第一件就遇到了难题。大家好，我是肖云华，欢迎收看云华观点。泽连斯基突然改口，开出与俄和谈条件，要普京做到5件事。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，泽连斯基一度在和谈问题上表现得非常强硬，以至于俄罗斯几次放出想要谈判的信号，可乌克兰方面均不正面回应，甚至扬言如果普京不下台，那么乌克兰就不会停火，摆出一副要和俄罗斯拼到底的架势。就在这几天，泽连斯基突然改口，开出要与俄罗斯和谈的几个前提条件。有哪些条件呢？首先就是乌克兰边界得以恢复，简单来说吧，就是要俄罗斯必须归还乌克兰东部4地，甚至还包括归还克里米亚。可以说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，也是普京很难办到的事情。在我看来，就这一件事情，俄罗斯根本就不会答应泽连斯基。而至于其他4个条件，比如要俄罗斯遵守联合国宪章，赔偿乌克兰，以及惩罚战犯和承诺不再发起军事行动等等，普京也就更不可能答应了。其实原因很简单，最重要的一个条件都答应不了，答应其他条件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以我所见，从泽连斯基开出的这些和谈条件能够看出，泽连斯基这摆明了就是狮子大张口，摆出一些让俄罗斯不可能接受的条件，主要的用意还在于搪塞美国逼他和谈的要求。毕竟之前一度有消息传出，表明美国在私下里敦促乌克兰进行和谈，而美国之所以要逼着乌克兰进行和谈，主要还是对这次中期选举中没有信心，知道共和党大概率会拿下众议院，今后拜登政府对乌克兰援助拨款会变得更加困难，倒不如提前让乌克兰和俄罗斯进行和谈，避免乌克兰最后真的输掉这场战争，从而让俄罗斯获得一场大胜。毫无疑问，面对美国的良苦用心，泽连斯基根本没有放在心上，他显然没有意识到眼下的困局。总之，虽然泽连斯基在美国的施压下开出了和俄罗斯和谈的条件，但从这些条件来看，乌克兰显然不想跟俄罗斯和谈，而是要一条道走到黑。因此又有问题随之而来，那就是泽连斯基在美国的施压之下还开出这样的谈判条件，这不仅会进一步的刺激俄罗斯，恐怕还会把美国给一道得罪了。那么乌克兰到底哪来的底气呢？不惜冒着得罪美国的风险，也誓言要跟俄罗斯一战到底呢？我觉得可能是泽连斯基已经入戏太深，深陷俄乌冲突无法自拔。毕竟乌军眼下在俄乌双方激战的赫尔松，不光是有人数上的优势，而且随着俄军开始撤离，更是让泽连斯基信心败增。而在这背景下，泽连斯基自然不会想与俄罗斯和谈，他们想的是要在战场上打败俄军，取得一场完全的胜利。当然了，这也不可能完全怪泽连斯基，要怪就怪美西方的洗脑太厉害，是美西方国家不断的援助吹捧，才造成今天的局面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